长生。长生，多亏了你，让我多准备保命手段，我才能活下来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还被人追杀。你的长老位置，我给不了了。我可真谢谢你，现在还想着让我当长老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如趁此机会回归妖族。妖族？不，我受不了这个气。都是长春，还有那望月妖王，他们害我。受不了这个气，那你有何办法？凭你一个炼器，如何对付他们一群筑基？你的师尊现在连灵虚洞天都出不了，更别说为你报仇了。我现在是奈何不了他们，但他们这次追杀，反倒是让我激发了血脉。不出2年，我定能踏入筑基，到时候我便能斩筑基修士。然后呢？我在暗中一个个杀，将他们全部杀光。听我的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长生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以前劝我隐忍低调，我不懂，现在我明白了。我也想忍，可越忍越气。我要问常运，他为何要背叛我？常运？对，就是他。那天晚上对付妖族，我铁棍坏了，就是常运帮我重练。只有他接触了我的法器，能在我法器上下毒。可是现在的你，哪有实力去寻常运？长生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带来麻烦。我此次来是想告诉你，我若是死了，会去青柳院树下，你将我本源抽出，提炼出青牛精粹，你能获得我的血脉传承。记得给我撒上树叶，我爱吃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哎，我和你讲一个故事吧。我不听故事。你祖宗的故事。我祖宗？你可曾听闻平田大圣、牛魔王？没有。平田大圣，这听起来就是个大妖王。很大的妖王，无论是妖修怪物，还是修士，都知晓其大名。平天大圣牛魔王打遍妖族无敌手，平天之名与天持平。与天持平，也是头青牛。没错，我在一本古籍上看见的。那牛魔王起初与你一样，无父无母，只能到处游荡，周围危机重重。牛魔王便十分小心谨慎，每日战战兢兢，苦心修行。他也受到群妖欺辱，哪怕他血脉强大，天资极强，但太年幼了，只能隐忍修行。通过他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有所成，成了大妖王，将仇人全部杀尽，自立为牛魔王。我祖宗厉害，那接下来呢？是不是横扫万妖，名扬天下？没错，牛魔王横扫万妖，整个妖界无妖不知，无妖不晓。一般妖精只是听一个名头就吓得逃之夭夭，可正因为名头太大，风头太盛，引起了罗刹族铁扇公主的注意，最终双方成了亲。迎娶异族公主，我老祖真厉害。可是不久后，他们生出了一个能吐三昧真火的孩子。可是铁扇公主和牛魔王都不会三昧真火。那是血脉变异了。变异也不能变异出三昧真火啊。从那以后，牛魔王酗酒度日，还找了小妾，却被铁扇公主打死。铁扇公主有一柄芭蕉扇，牛魔王也敌不过。我老祖宗怎能如此憋屈？你要明白，妖外有妖，人外有人，牛魔王都能受如此欺辱，你这点屈辱又算得了什么？后来牛魔王遇见了一只石猴，义结金兰，成为兄弟，才号了平天大圣。你老祖以自身事迹告诉你，隐忍才能成大圣。那最后他杀了铁扇吗？没有，铁扇背后靠山太强，继续忍。我看着他面色变幻，没有言语，希望这牛竹子能听进去。我明白了，长生，你的意思是告诉我，这一退，我这辈子都会憋屈下去，
一生就完了。没错，忍一时越想越气，退一步越想越亏。我讲故事能力这么差吗？不过仔细一想，确实挺悲剧的。要不换个故事，给牛问道换个祖宗？太上的青牛，可现在换故事好像来不及了。正因为隐忍，牛魔王才能成为妖王，最后成为平天大圣。长生，我心肝疼。怎么了？伤势未愈吗？不，被祖宗气的。你祖宗不少，听闻还有一位跟随太上的青牛精，那是比牛魔王还厉害的存在。跟随太上？对，太上是古老时期最顶尖的大能，实力相当可怕。青牛每日驮着太上出行，颇为威风。给当坐骑吗？我的心肝啊！好了，不提你祖宗了。回归你的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他们抓了你师尊，威胁你出现呢？我师尊可是长老。你师尊为何让你争？毕竟掌门还活着呢，你师尊怎会不惧掌门？我师尊说，他拉拢了大部分长老，若是打败长君，大部分长老站在我这边，掌门也没办法。真的吗？对了，有人在帮我，好几次遇险都是有人帮忙我才能逃走。是清玄洞天的人，他们安排了人手伪装成我，否则我这里还被人盯着，你也来不了。清玄洞天？不错，清玄洞天想拉拢你加入，也相信你与望月妖王没有勾结。他们只是想拉拢我加入，所以才出手帮我吗？据我所知，清玄洞天不如灵虚，而且现在我情况特殊，我现在都是遍地仇家，我加入的话，他们得面对灵虚洞天、水月洞天还有中阳城3大家族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底气能够保下你，或许是暗中培养，等你有所成再让你出山。清玄洞天的恩情我记住了，但我现在已经拖累很多人了，若是将来有所成，我必然报恩。我会转达。我也不多留，现在就走。等我有所成，我称妖王，长生你就是2大王。这小牛犊子，我手上也没铁棍，只有一柄法剑，几瓶回气丹，你要不要？要。我将法剑给了牛问道，还有回气丹，约定下次见面地点。牛问道遁地离开了，送走了牛问道。我遁地去了青柳院，柳青月和孔昭在，柳青老爷子不在家。长生道友，牛问道来过了，让我转达你们，他会记下清玄恩情，将来有所成，必会报恩。牛问道去哪儿了？现在的他独自在外很危险，伺机报仇吧。他不想一直忍受追杀，心里想着报复。这牛问道怎么就这么冲动？他才4、5岁，很多事情不懂，听不进去劝。长生道友，你抄一本送去给牛问道，这是清玄的诚意。这是有一个大宗门，有教无类，宗门内古妖传承从未断绝。清玄已经将牛问道上报，得赐道经一部，此乃是清玄的诚意。有教无类，这宗门就是你们清玄背后的宗门。清玄不过是为其挑选弟子，能联系上，以牛闻道的天资，足以加入那宗门。不知是哪个宗门？玄天宗。我知道玄天法，那是我在监狱时从槐树妖口中得知，仅是只言片语，却对我帮助很大。劳烦道友转告，清玄洞天有诚意送牛问道去玄天宗，你们将牛问道送过去，可是有奖赏。不瞒道友，为玄天宗招收天才，自然有奖励。若有牛问道，宗门或能多获得几个前往玄天宗的名额。我会转达。我开始抄录牛魔道经，这是残篇，只有炼精化气篇，可修行到筑基顶峰。抄录下来之后，我遁地而走。等到第2天晚上，我来到和牛问道约定之地，直到下半夜，牛问道才姗姗来迟。长生，我刚才杀了2个小妖，分你一个。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具炼气9层妖修尸体，交给我。这是一头野猪精，血肉精华很丰厚。我也不客气，收下野猪精尸体，将秘籍递给他。这是清玄洞天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牛问道接过秘籍，翻开一看，顿时挪不开眼睛。我没有打扰，在一旁耐心等待，一直过去半个时辰，牛问道才合上秘籍。清玄洞天怎会有如此高深的古妖修行法？还是我牛族的？
清玄洞天的背后是一个大宗门玄天宗，他们想让你拜入玄天宗，玄天宗会给他们奖励。孔昭言，玄天宗有教无类，有不少古妖完整传承。有教无类，这部牛魔道经比我血脉传承的还要高深几分，应是牛族大能所创。你自己考虑，我也只是传话。我放不下师尊，若是这般走了，岂不是成了落荒而逃？事关重大，我也不劝你，你自己考虑吧。若是想要见清玄洞天的人，我可以带你过去。我先闭关，转修这本牛魔道经，若是修成，我就去寻你。那我先回铁匠铺了。我一定要成为妖族大能，继承老祖平天大圣之名。回到铁匠铺，我将野猪精化为养料，开始炼体。牛问道也藏匿起来闭关修行，转修牛魔道经去了。失去了牛问道的线索，两大宗门望月妖王发了疯的寻找，可完全没有方向，也只能白费力气。2月时间瞬息而过，我早已消化完野猪精的血肉，体魄再次强悍了几分。牛问道来了，一身气息内敛，不露分毫。我能感觉出来，牛问道更强了，整头牛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。看来牛魔道经对你帮助很大。牛魔道经有专门的淬炼、复苏血脉之法，不出1年，我定能筑基成功。看来清玄洞天的诚意真的很足。长生，我想见清玄洞天的人。可是要与他们约定一个地点。不用了，这么久了，他们都不曾为难于我，反而处处帮助。若想抓我，早已成功了。我直接过去吧。牛问道，牛问道已经带来了，具体你们自己谈吧。牛道友，到屋内详谈。去吧，这是你的事情，我不会多言。牛问道乃是古妖天才，自能去玄天宗。孔昭也想着凭借牛问道，能多带几个人去玄天宗。3人进屋之后，应是封锁了房间，没有一丝声音传出。谈论了一天，直到傍晚才从房间内出来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我想带你入玄天宗，可他们不同意。长生道友，玄天宗名额有限，乃掌门决定，非我们能做主。我当什么事？没事，我不去玄天宗。为什么？玄天宗资源更多更好，还有顶尖修行法，更有大能召开法会，讲道说法。没意思，去了也没什么朋友，我在这里更好。我一棵炼气境的长生树，能去大能扎堆的大宗门吗？送死都不带这么送的，万一某个大能看出我的伪装呢？我就是你朋友，最好的朋友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挺喜欢自己现在这样的。你不同，你以后可是要成就大妖王的，不要因为我耽误了你的路。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心里一直记着你，有你在身边，我才觉得安心，才不会孤独。没事，等你入了玄天宗，会有很多古妖朋友，说不得能遇见一头漂亮的小母牛。别勉强我去玄天宗，玄天宗到处都是天才，我在这儿熬一熬，说不得能成就金丹，开宗立派。啊，你想开宗立派？是啊，等你修炼有成，成为大妖王，记得回来给我撑场面，我要多多的收弟子。好，你放心，将来我定携大威风归来，让你的宗门成为这里最大的宗门。到时候再无什么灵虚和水月，只有你和清玄洞天，让清玄做你的小弟。能不能别当着人家的面说？我走了。牛问道跟他们去了清玄洞天，当然并不是直接去玄天宗。牛问道还记挂着白玉泉，也不想灰溜溜的走了。用他的话说，若是就这么走了，去了玄天宗，岂不是让那群古妖笑话？清玄洞天为了牛问道，也愿意出手相助。之前也答应过牛问道，给他一个澄清的机会。我得了300滴玄灵液，本来只有100滴，牛问道帮我要的。牛犊子是个好犊子，就是受不了气。牛问道这个古妖天才深受欢迎，见他记挂白玉泉，清玄洞天更满意了。这是个养得熟、念及情义的古妖青牛，他们清玄如此帮他，将来必定会有回报。牛问道也
很感激我，除了隐忍低调以外，我其余教导对他帮助很大，比如听话、重情、谨慎、多准备保命手段之类的。剩下的事情就不是我能插手的，我负责捡便宜就行了。没错，就是捡便宜。牛问道决定动手报复望月妖王那群手下，可不好过。每次宰了妖精，牛问道都会给我送一些过来。牛问道也告知我，清玄洞天和玄天宗联系了一次，他也得到玄天宗的某位牛妖大能看中，一听他受委屈，差点没杀过来。对此我很羡慕，有个靠山真好。只可惜我不行，我要是去找个树妖大能攀亲戚，估计这个树妖会先吃了我。我比牛问道更受欢迎，可惜都是欢迎我到碗里去的那种。我安心闭关修行，偶尔也会出去打听一下消息。长春是半妖的事情被牛问道捅了出去，一时间整个灵虚洞天炸锅了。刚赶走一个古妖，结果掌门继承人竟是个半妖，而又有传言牛问道是被长春陷害，常运炼制武器下毒之类的。听说灵虚洞天闹了一场，有不少长老要探查长春，可长春恰好不在，只能等长春回去。至于常运，则死在了自己的炼器室内，连询问的机会都没给这些长老。白玉泉想接回牛问道，可却不知道去哪寻牛问道。牛问道在清玄洞天的帮助下，以特殊宝物幻化成人形，当然这不是化形，只是假象。但就算是金叶还丹的灵虚掌门，也不可能看出来。清玄洞天背靠玄天宗，底蕴非灵虚和水月洞天可比，甚至牛问道大摇大摆的在中阳城中走过，都没人发现。我知道这些后，便安心闭关，不管这些了。牛问道也在寻找长春的踪迹，可惜没找到。我则提了一句，若是抓到长春，记得问出长春的修行法，我比较好奇半妖的修行功法是什么样的。牛问道爽快答应，我安心炼体炼气修行，300滴玄灵液，大量血肉精华，我需要一段时间消化。外界如何动向，我不再关注，潜心在地底闭关。1个月时间飞逝，我踏入炼气9层，开始打磨灵力，没急着继续提升。而外面因为牛问道彻底乱了起来，望月妖王损失惨重，水月洞天本来针对牛问道，却被清玄洞天拉拢，选择帮助牛问道。中阳城的3大家族之前也没少寻牛问道麻烦，现在也被一并算账。而灵虚洞天自己还内斗着，已经无暇顾及牛问道了。长春是半妖这件事，实在是令宗门惊心动魄。在白玉泉等长老联合之下，终于查到了线索，长春竟是掌门和一个花妖的私生子。7日炼气也完全是掌门帮助，为长春造势，好接任掌门之位。可惜半妖之事让牛问道捅了出来，灵虚内斗，水月倒戈，局势全面偏向牛问道。常运下毒之事也被人翻找出来，常运虽然死了，但却留下了证据。一时间，长春和掌门反倒是成了众矢之的。可灵虚掌门毕竟是金丹高手，他们也不敢直接动手。至于清玄洞天，完全帮不了这个忙，这是灵虚洞天的家事。不少灵虚洞天的弟子已经离开宗门，聂球也跑出气脉，在东阳城为人炼气。因为灵虚洞天现在乱成一团，待在宗内实在是不安生。现在也没人关注我了，我安心闭关修行，偶尔会和聂球一起去帮人炼气，外面再怎么乱也影响不到我。而牛问道也直接走上台面，号称牛魔王。而牛问道也聚集了一群小妖，在中阳城外占了个山头。白玉泉长老来寻过牛问道，想带他回宗门。牛问道虽然不舍得白玉泉，但却是不愿再回去。白玉泉也只能黯然离开，回归灵虚洞天。真是乱啊！灵修洞天的衰落已成必然。哎，那长春呢？在掌门保护下安生着呢。现在灵修洞天都快分裂了。掌门糊涂啊，怎么能与一只花妖相恋？可能是一场意外吧。两人叹息一声，各自忙活了。我回到地底，继续闭关修行。乱局还在继续，我安心修行，提升自身，也在研究功法。我的功法还未改造完呢，沉浸在修行之中，不理会外界一切。半年时间过去，我踏入炼气9层中期。而这个时候，聂球带回一个惊人消息：灵虚洞天真的分裂了。掌门带着大长老占据灵剑峰，其余长老守住气脉和丹脉，直接分家。而牛问道在清玄洞天的帮助下，也顺利踏入筑基，斩杀不少筑基妖怪，还有3大家族的人。3大家族和望月妖王想要报复清玄洞天和水月洞天，便站出来为牛问道助威。莫玄冥也和牛问道成了朋友，算是不打不相识了。牛魔王之名也让3大家族的人闻风丧胆。这个时候，牛问道主动与城主结盟，双方联手对付3大家族。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望月妖王却是逃了，直接带着小妖迁徙。牛问道有2大洞天支持，望月妖王再无机会，应该也是知晓了什么，吓得连夜跑路。或许是打听到了清玄洞天背后玄天宗的存在。唉，这掌门怎么还没死？掌门还有20-30年寿命，哪有这么快死？现在聂球几乎天天盼着灵虚掌门驾鹤西去。唉，这清玄洞天也不帮忙。哪有盼着别的宗门去解决自家掌门的？虽然我也盼着灵虚掌门早日作化，但这么直接说出来，真的好吗？现在灵虚洞天的弟子基本都盼着掌门西去，可是金丹啊，金叶还丹之境远非筑基可比，再加上还有个筑基圆满的大长老，现在可不能逼急了，否则掌门拼着不要命，对谁都不好。安心过个20-30年，灵虚掌门自己会死。若我是掌门，早带着长春跑了，否则自己一旦作花，再无人护闯长春。谁知道掌门怎么想的？等着吧，反正我们命还长着呢。今天随手赚的，你拿去用吧。多谢师兄。
我也不客气，收下炼气丹，去地下修炼了。而牛问道也让小妖给我送来一具筑基期妖怪尸体，还有100滴玄灵液，真是好犊子。可惜我现在还没研究出筑基期功法，吸收血肉精华，上品炼气丹，再次修行起来。我这边闭关，外面越来越乱。牛问道带领小妖与城主府联手，大肆报复3大家族。水月洞天也出力了。至于清玄洞天，只是暗中护着牛问道，并未出太大力，用了半年时间，已将3大家族从中阳城抹去。灵虚洞天也天天争斗，听说有长老死于内斗，但是哪一派的长老就不知道了。掌门之前为了带回长春所受的伤并未痊愈，现在反而加重。听闻这个消息，聂球当晚大醉一场，以示庆贺。掌门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想要与其余长老谈和，表示只要不伤害长春就行。这个条件很简单，可白玉全不答应，自己的徒弟就这么没了，岂能罢休？只是他也明白，再这么闹下去，灵虚洞天就完了。最终，白玉泉也只能妥协。而下一任掌门继承人又成了问题。大长老弟子长明，白玉泉这边不答应，别的长老又不是没有弟子，一次谈不拢，那就多谈几次。而牛问道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回归灵虚洞天，于是乎，灵虚洞天又热闹起来。白玉泉老泪纵横，当即要为徒弟拼一把，争夺掌门之位。掌门恨不得杀了牛问道，却又不敢动手。且不说能不能杀得了，就算是能，也不能杀，否则白玉泉会和他玩命，清玄洞天也不会放过他。而牛问道则低调下来，反而劝阻白玉泉，表示自己要安心修行，不争掌门了，并且主动站出来告知玄宗自己身为古妖，没资格担任掌门，长春半妖都不行，他这个古妖又怎么能行？这话一出，牛问道获得不少人好感。就这样，牛问道安心在灵虚洞天住下，聂球也回去了。我还在铁匠铺下面闭关修行，牛问道不可能这么善罢甘休，8成还会闹起来。牛问道回去第1年一切平静，第2年掌门伤势突然加重，命不久矣，一直到第3年，大长老不突然破入金丹境界，掌毙掌门，囚禁长春。这事情来得太突然，所有人都没想到。而之前牛问道被暗箭所伤之事，也被大长老讲述出来，此事乃是长春安排。本以为筑基法器之下，牛问道必死无疑，可谁都没想到，我的一柄上品法剑却是救了牛问道一命。后来因为这事，白玉泉大闹一场，长春便不好再动手。若是直接杀了牛问道，恐会留下隐患，影响长春以后战斗。恰在此时，望月妖王寻上了长春，说有炼化古妖血脉之法，要活捉牛问道。长春也想提升血脉，以让天资变得更强，便答应下来。但是长春父子可不想担上勾结妖王的骂名。自从暗箭之事后，白玉泉给了牛问道一大堆护身宝，长春一时间难以下手。而宗门内确实有不少长老支持牛问道，不喜长春，最好的办法便是让牛问道身败名裂，让人觉得他妖性难去，这样就能随意拿捏了。于是才有后来的望月妖王进中阳城作乱，再散播传言，自然成了牛问道与望月妖王有勾结，顺便还能将水月洞天拉下水。一旦牛问道失去灵虚洞天庇护，长春便可直接配合望月妖王将其拿下，一起享用。可牛问道听了我的话，保命手段准备的太多了，直接就跑了。紧接着有清玄洞天在背后帮助，让他们计划再次失败。而现在大长老避世隐居，所有长老推选白玉泉为新掌门，并立下规矩，掌门不得收徒，下一任掌门得经过大部分长老同意才能继承。而大长老顾恒通则担任第1代元老，不插手宗门事务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也有些懵。这样看来，最后是白玉泉和大长老得利了。不过这样一来，灵虚洞天也安稳了。我盘坐在铁匠铺内，3年修炼，我已经炼气和炼体圆满了。现在的我，就算是站着不动，筑基初期也未必能奈何得了我。除非动用中品筑基法器，下一步便是筑基。我体内还存了不少血肉精华，这3年牛问道每隔一段时间都给我送来妖怪躯体，玄灵液也没断。可以说，我得到的资源比3大宗门中的任何一个弟子都要多。长生踏入筑基的牛犊子已经能化为人形了，只有部分特征无法去掉。你怎么变成小胖墩了？如今事情已了，你是不是该走了？是的，如今师尊成为掌门，我也算是了却心愿，我也偿还了他的恩情。那灵虚掌门的死与你有关吗？没错，清玄洞天给的毒药，我坚持要解决了掌门再走，他们只能同意。那大长老呢？你不恨他？谈不上什么恨，而且灵虚洞天确实需要一个金叶还丹坐镇，我师尊还差一些。那么多长老之中，唯有大长老最合适。掌门一死，他就是另一派的领头人。为此，我欠了清玄洞天一个人情，将来都要还的。你欠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人情了，若无清玄洞天帮助，你还在逃命呢。长生，这是你要的长春的修行法。没想到你还记得。哈哈，我记性可好着呢。不过我有件事一直想不明白。什么事？我以前没有多想，经历这次被追杀之后，我时常想起你的话。自从与你相识，你就教我，一个妖
该怎么在人类宗门生存。可你是人类，怎么会想这些？这个啊，可能是我平日里想的比较多吧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与其余人和夭夭在一起都没有什么感觉，唯独在你身边感觉亲近，这是为什么啊？啊，可能这就是我们人类常说的缘分吧。有缘的人总会有特别的感觉。是吗？没错，以后等你明白了缘分之后，就会理解。好吧，我现在明白了你之前说的那些道理。看看这回我能不能明白你说的缘分。唉，小牛犊子长大了，现在的牛问道真的成熟了，不像之前那么单纯，居然想了这么多。但有些事情我不能听你的，我不想像老祖宗一样越忍越气，窝囊一辈子。经历这次算计，我受够了。我牛问道要做那平天大圣，做大力牛魔王，不憋屈的牛魔王。啊？那只是我随口讲的故事，你可别当真啊。长生，我和师尊提过你救我的事情，等你回去之后想做什么都可以。灵虚洞天没人能管你，清玄洞天也欢迎你。多谢。嘿嘿，客气啥？要不是你，我早在监狱被聂球师兄杀了。你现在也炼气9层了，这东西你拿着，记住以后就毁了吧。这是？嘿嘿，就当还你送我食指的情。等我成就大妖王，邪学大圣之威，回来助你开宗立派。玄天道经，炼精化气篇，这牛犊子还真是给我送了一份大礼。我悠悠一叹，可惜自己天资确实差了些，哪像牛问道，这才几年都筑基成功了。我记下玄天道经内容：玄天道经以外界天地为映照，观自身为天地，与外界呼应，吞吐天地灵气，是为玄天道经。筑基篇则是观想人体脊柱为天柱，撑起自身天地，血液为河流，四肢为大地与山峰，经脉为山川，双眸为日月，通自身天地，助教天地道基，方为筑基。玄天道经只需要观想之中能撑起自身天地就够了，血液河流、山川日月倒也不必，因为一般人也做不到。我越看越觉得玄道，随之陷入沉思。以自身为天地，世间万物各种力量都在天地之中。玄天之法以自身为天地，契合天地，自能包容万千，容纳一切力量。我正需要这玄天之法包容万千之意，从而与阵法契合，形成适合我的修行法。难怪玄天宗有教无类，以天地立宗，自当有教无类。我又翻看了长春的修行法，乃是灵虚玄功与花妖修行法改造。不得不说，这修行法比我结合阵法之前要高明许多。其中我甚至还看见了龟妖修行法的影子。掌门也想长春长寿啊，可惜父子俩都没了。我收拾了下，返回灵虚洞天，回到气脉聂琼炼丹室。终于安生了，牛问道胜了，以后我们的日子好过喽。是啊，师兄的修为看起来也精进不少。托你的福，筑基中期了，等我到了筑基后期，可在气脉担任长老。真的吗？那长生提前恭喜师兄了。哈哈，你护牛问道有功，若愿意，自然也可以在宗门寻个职位。师兄知道的，我所求非名利，只想安心修行。这是灵虚令，相当于长老了，在灵虚洞天内随处可去。掌门让我交给你，以后有何打算？继续与我练气？暂时不练了，我要闭关一段时间，顺便看看修行心得什么的，准备筑基。你要筑基了？可以啊，长生，待你筑基成功，我就传你风云极炼。希望不会卡太久。你可去灵剑峰藏书阁看看，从上一任掌门密室中搜出不少书籍，与妖修也有关，不少长老都去翻阅，说不定对你有启发。怎么大家都喜欢与妖修有关的法诀？能长寿，疗伤能力也强。等我年迈，说不定也得去看看。难怪。
涉及到寿命，没有人不感兴趣，特别是已经年迈的长老们。我离开了气脉，返回灵剑峰，进入藏书阁。上任掌门为了长春，可谓是费尽了心思，抓捕妖族，研究妖族和人族修行法，为长春创造功法，已经创出筑基篇了。虽然远不如玄天道经，却也比现在的灵虚玄功强。若是没有牛问道，长春或许真能登上掌门之位。我待在藏书阁，原本我的职位，如今已经换成了另一位天资差的弟子，专心研究着修行法。不得不说，玄天道经强大，包容性太强了。妖族修行法配合起来也没有任何不妥，但我有些犯难了。人体脊柱如天柱，自己哪来的脊柱？树干嘛，应该能算吧？树枝算手臂，根脉算脚，那自己的手脚有点多。这些妖修之法也能参考。自己观想一个长生世界，树干通天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传说中剑木通天，自己身为长生树，不比剑木差，通一次天怎么了？我将所有修行法都抄录一份，装在自己储物袋，带着令牌要了间地下闭关了。结合了妖修之法，按照上面秘籍上的推测，寿元会比灵虚玄法多个20-30年，到了筑基期，甚至能多50-60年寿命出来。当然，能不能活到还没人验证，但寿命更长是肯定的。灵虚玄功还是太差了，玄天道经若能修成，怕是寿命会比修炼一般修行法的人多很多。灵虚洞天只是普通宗门，底蕴浅薄，等有机会去清玄洞天坐坐，看能不能打听到一些消息。安心沉浸在功法之中，以玄天道经为基础，容纳妖修之法，还有阵法，形成独属于我的修行法。有玄天道经在，之前薄弱的玄金阵已经不是难题。包容玄金阵，融合出修行法，再搭配妖修之法，形成独属于我的法门。不过现在只是粗糙拼凑，还需要时间慢慢精简，只要核心不变即可。我这边闭关修行，灵虚洞天也安稳下来。经历几年动荡，现在全宗上下只求安心发展。枝干为通天之柱，筑基基础篇还有些简陋。肢体如大地泛轩，枝条太多，那就干脆全部按照通天之柱来，一起淬炼强化。血液如航流，也能做到。筋脉如山川，自己根筋脉络有些多，需要费时间。双眸为日月，自己没有眼睛，但妖修感应能力特殊，本就能吸纳日月之精华。这全面提升，想要筑基，怕是得费一段时间了。没事，慢慢来，自己不缺时间，总不能千万年后还被大佬揍得鼻青脸肿吧？是长生道友啊，陆鹤道友，怎的不见柳家道友？哦，他们都去玄天宗了。如今这院子久无人居，我来打理一下。道友前来可是有事？哦，也没什么事，我在灵虚洞天待得烦闷，出来走走。本来想寻柳家道友租下这院子，没想到都不在了。他们有更好的未来，这院子放着也是放着，道友住下便是。有道友在，倒是省了我一些麻烦。这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，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都是问题，只要不卖掉这院子就行。来道。啊，自不会卖掉，那多谢陆道友了。那我先告辞了，道友若有闲暇，可去清玄洞天坐坐。你怎这般模样？牛问道给了我一滴独特的灵液，助我退去老躯。退去老躯？没错，如今我心躯已成，你此来有何事？我此来，却是借你修行的。借我修行？如何借？我想在你体内吸纳日月精华，你也可受益一些。你们人修也会吸纳日月精华修行吗？有些会，有些不会。我修行之法高深，你可观摩，或能领悟一二。好。没想到
那牛犊子吃你树叶，还知道回报你。我也没想到牛问道会给我灵叶，助我修行。那现在你有名字了吗？没有。你给我取一个吧。凌熏洞天都取名长久、长寿，像我长生之类的，寓意寿元久远。我倒是希望你能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树妖，不如就叫柳无忧吧。柳无忧，好，那我就叫柳无忧。我将闭关牵引日月精华之法，届时也会传授于你。长生蛇，什么？
越看越像妖术，有玄天道经在，如今筑基之路定是一片坦途。但金叶还丹的修行法自己没有，灵虚洞天的可以参考一下，但其效果远远不如玄天道经。算了，金叶还丹还早。你筑基了？筑基成功了。你要换个地方修行吗？我可以带你去灵虚洞天，那里灵气更浓郁。如果能去宗门扎根，我自然愿意。但我毕竟是树妖，灵虚洞天的人类会不会摘我叶子，砍我做柴？不会，我带你去聂球师兄那儿，你安心修行就行。好，那我随你去。师兄，我回来了。长生，你筑基成功了，怎么用了这么久？我天资太差，耗费的久一些。相比起师兄，还是远远不如。还有牛问道，也是厉害，短短时间内便筑基成功。比不得牛问道。我之前听白玉泉掌门说过，牛问道好像是得了恩赐，有一尊牛族大能赐下一滴血，助其稳稳筑基。若是寻常古妖那么快突破的话，必然会根基不稳的。原来如此。你这是？啊，这是青柳院的柳树，成了精，放在外面不安全，我想带回来养着。养一棵树，你可真有意思。见过师兄。这妖语虽然听不懂，但这声音确实好听。不过这掌门之事在前，引以为戒，引以为戒啊！我又不是掌门，再者，我也不可能寻一棵树啊。风云极炼，以真火催动，借助风云之力处理材料，以天地为熔炉，真火炼制。若是能寻到风云属性的材料，可发挥出风无相、云无常，炼制出变幻不定的法器。我听完风云极炼，便回屋修行去了。
你小子很有炼器天分。对了，我刚接了一个任务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哦，我不去了，刚学会风云极炼，我想再练习练习，而且还要教导下柳树学习人言。也好，等下次有好任务，我叫你。师兄这次还是去中阳城？不是，这次去一个大城池，名为天水城，距离宗门有150里，那里可是比中阳城还要繁华。天水城有一条河，名为北天河，听说有人在河中见过蛟龙。蛟龙？藏书阁中有记载，蛟龙天赋可怕，轻易可修成金叶还丹。是啊，不过这也只是传闻，若是运气好，真能见到蛟龙的话，也不枉走这一遭。师兄还是小心些，若碰上恶蛟，可不是好事。无妨。天水城可是有金叶还丹坐镇，我就在城内练气。此行还有几位长老也一起过去。长老们也去做任务吗？他们去招收些弟子，采买些药材，顺便看有没有任务可做。如今灵虚洞天已经没有内乱了，水月洞天也和咱们关系不错，清玄洞天更不用说，因为牛问道，清玄洞天可是得到玄天宗的丰厚赏赐，三派如今关系都很好，附近资源也都开发的差不多了，打算联合出去看看。该出去走走了。各大长老也知道附近资源不多，想要更好的资源，只能走出去。那祝师兄此行顺利。送走了聂球，我拿着妖语书开始教柳无忧人言。柳无忧学习认真，也让我省心，扎根在院内安心修行，也不想着出去，这很好。我教导妖语，也指点他修炼，闲来也会教导他如何在人类世界生存。等几日，我写一本妖怪生存指南给你。妖怪生存指南？没错，身为一个妖，不能有太大好奇心，不能太出风头之类的。牛问道是个反面教材，千万不能学他。可是牛问道如今已经拜入玄天宗，去了更广阔的世界。牛问道情况特殊，他是古妖天才，你可不是。我不是。我取出纸笔，开始写妖怪生存指南。开篇，妖怪在人族一定要低调生存。兔子精潜入人类世界，以自己可爱的美俘获不少少女的喜爱。从那之后，兔子精过上了受宠的生活，每天各种名药丹药，修为突飞猛进。3年后，少女端着碗评价道：“这么可爱的兔子，麻辣味的果然很好吃。”结尾标注：人类不会因为你可爱的外表而忘记你是个妖精，你那可爱的模样反而吸引了更多捕食者。你这么写，我有些慌。你会不会想着吃我？不对，是将我炼了。狼妖面对人类修行者，英勇反抗，最后被做成馅料，包了饺子的故事。你的英勇，在人类看来，充满了危险性。渗人的獠牙，锋利的利爪，只会让人类感到不安。我编造各种小故事，让柳无忧明白该如何在人类世界生存。我呕心沥血，花费了半个月。总算是将妖怪生存指南第1版本写完，总共10个小故事，除了兔妖、狼妖、花妖，还有狐妖、蜘蛛妖什么的，无一例外，最后全都成了灵药、调味料或者血肉精元。妖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啊，蜘蛛精还能油炸？对啊，这有什么不能的？那在妖的世界怎么生存呢？这个不知道。我没去过妖族世界，只在杀妖监狱待过。这些道理不会是你杀妖杀出来的吧？你放心，我早就没干了。当时我只是个翻译，杀妖是师兄的事情，我只是偶尔帮忙剥皮抽筋。我觉得你不说后面那句话，我心里会舒服些。那我按照你书中的做，就不会被杀了吗？换作是你，会去杀一个看上去没什么用的妖怪吗？无冤无仇的话，我不会。你教过我不害人。其实，有时候人类杀妖是不讲道理的。这书适合想来人类世界的野生妖怪看，好让他们了解来人类世界该注意什么。什么是野生妖怪？
人类将妖分为2种，一种是野生，没有人类朋友或主人的；另一种属于家养妖怪。家养妖怪就是被人类收为坐骑、宠物什么的，比如兔子精，被人喂养灵药之前是野生，后来是家养。那人类也会对家养的下手吗？这个很难说，有的会，有的不会。以后我再写家养篇，这野生妖怪篇适合现在的你。我现在还不算家养吗？还不算，得多养一段时间，明白人类道理才算。那你会砍了我当柴烧吗？或者像牛问道一样吃我的叶子？不会，你给了我食指，对我帮助很大，所以我才帮助你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是不是要保守食指的秘密？对，一定要守好这个秘密。哦，那这妖怪生存指南我能送给其余妖怪吗？你有妖怪朋友？现在还没有，但以后总会有的。我想帮助他们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当初牛问道当山太王时留下的小妖们，也得学会与人类相处。若是这些小妖不接受教化，一旦开始害人，3派绝对不会给他们留情面。他们给我送过不少资源，将这生存指南传授给他们，算是回报了。来者止步！此乃黄袍大王山头，速速退去！你将这书交给黄袍，